陈宇飞满怀期待地看着重新走进来的人事经理，还以为事情会就此迎来转机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人事经理坐下来说的第一句话便是：不好意思，陈先生，现在集团认定你不仅在工作中有重大过失，而且个人道德及商业道德也有很大的问题。按照集团的意思，要立刻解除劳动合同。陈宇飞没想到自己说出其中隐情，不但没能解决重大过失的问题，还又多了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。他只能硬着头皮跟人事经理说道：经理，宋董怎么说？他跟五爷毕竟相熟，这件事儿我也是考虑到大家都是熟人。不用说了，陈先生，人事经理冷声道，这件事情已经盖棺定论了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解除聘用通知书我已经带回来了，你不需要签字，我们的法务就在这里做个见证。只要这东西交给你，我们就已经尽到了通知的义务，还请你尽快交接一下工作。陈宇飞心中绝望，哭丧着脸哀求道：经理，您看在我为吉庆堂辛辛苦苦付出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就算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也起码要给我一个 N+1的赔偿吧。你总不能让我为基层干了这么多年，最后让我一分钱没有，直接被扫地出门吧。人事经理淡淡道：不好意思，为重大过失被开除是没有任何赔偿的。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，也可以去仲裁或者起诉。起诉流程也很简单，你可以找一家律所帮忙走起诉流程，我们的集团法务部门会积极应诉。陈宇飞心里很清楚，自己这种情况打10000场官司也肯定一场都赢不了。起诉不但白白浪费功夫，还要出高昂的律师费，得不偿失。而眼见人事经理态度如此决绝，他心里也很是不爽，于是他只能咬牙说道：既然集团和宋董都不认洪五爷这层关系，也不认我为集团做的人情，那也就别怪我把这件事情宣传出去了。那个张二毛害得我丢了工作，我也一定要让他名誉扫地。人事经理对他的威胁丝毫不以为意，淡然道：这是你的自由，集团不做任何干涉。好，陈宇飞咬牙切齿道：那我就把这件事抖出去，给张二毛一点颜色瞧瞧。人事经理点点头，开口道：好了，陈先生，如果你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那就请帮我把剩下的员工也都叫进来。集团准备暂时终止吉庆堂的运营，要跟他们解除劳动合同。啥？陈宇飞瞪大眼睛，所有人都要开掉？这也太狠了吧。人事经理微笑道：和狠不狠没什么关系，不过就是集团决策而已。很多企业的业务调整都是这样，这和早期癌症的治疗逻辑是一样的。发现癌细胞形成病灶的第一时间就要尽快切除，防止转移到其他器官，只要切得及时，就能够实现痊愈。陈宇飞没想到对方把自己形容成癌细胞，心里恼怒不已，想着反正工作也是丢了，还不如暴捶这经理一顿解解气。可是再一想，对方是宋氏集团的人事经理，旁边还跟着集团法务，如果自己动他，对方肯定会把自己送进去。想到这里，他只能咬牙忍了下来，心想着一会儿就直接发个朋友圈，把那个该死的张二毛曝光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此刻，张二毛独自一人来到了周良运的珍宝轩门口。此时的珍宝轩门庭若市，来拜码头和寻求鉴定的人络绎不绝。张二毛在门口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横下心来，迈步走了进去。由于不少人都认识张二毛，又知道他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，所以在他进店的那一刻，周围很多人都下意识地叫他一声二毛哥，态度一个比一个恭敬。张二毛感觉有些汗颜，这一刻才意识到自己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属实，对不起叶大师和洪五爷赋予自己的地位。他看到周良运，心中很是羞愧地走上前去。周良运见他来了，还以为是派人过来讨东西，无果所以亲自上场，于是便心怀警惕地问他：二毛，你来找我有何贵干？张二毛忽然单膝跪地，一脸惭愧地说道：周经理，周老板，我张二毛对不住您。周良运不由皱眉，
还以为张二毛这是又耍起了什么新的花样，便故作不解地问道：咱们两个不过点头之交，素来没什么利益交集，我实在想不出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地方。周围的人也都看傻了。张二毛现在的社会地位虽然谈不上相当高，但比起大多数厮混古玩街的旧相识来说，还是强出许多的。怎么忽然跑来给周良运下跪道歉了？有些好奇心和八卦心比较重的，已经开始掏出手机悄悄拍摄视频。此刻，张二毛深吸一口气，羞臊难当地说道：周老板，您先前收的那件铜佛，是我暗中联合书画协会萧副会长，还有吉庆堂的陈宇飞一起给您做的局。那东西是我们从行业里很有名气的程老师那里花9万8买来的。程老师不知那是北宋的东西，我们眼拙也没看出来，本是想坑您一把，让您打了眼，以后在古玩街混不下去。没想到弄巧成拙，才成了现如今这般局面。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跟我这种烂人一般见识。说话间，他同时从怀里掏出一张写满字的纸，递到周良运的面前，恭敬地说道：这是我亲手写的道歉信，还请您收下。同时我会把这封信发到朋友圈里，公开向您致歉。围观的众人顿时惊得目瞪口呆，谁也没想到周良运捡大漏的背后，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幕后隐情。周良运也被张二毛这上门请罪的操作整懵了。他起先还怀疑张二毛是在搞欲擒故纵的把戏，但一回想，他甚至直接把叶晨的岳父也当众说了出来，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。叶晨在金陵的能耐，周良运一点也不怀疑。洪武早就成了叶晨忠心不二的心腹，现在张二毛又是洪武身边的师爷，按理说张二毛只会拼命讨好叶晨的岳父萧长坤，绝不可能干出当众揭露萧长坤，给萧长坤声誉抹黑的事情。而他现在敢这么做，原因必然只有一个，这肯定是叶晨的要求。想到这里，周良运瞬间明白，看来叶晨已经知道了整件事的始末，并且决心要给张二毛、陈宇飞以及他岳父萧长坤一点教训。于是他微笑着对张二毛说道：如果只是为了这件事，大可不必来向我道歉。说心里话，我还要谢谢你们，毕竟现在古玩街生意不好做，有一个这样的开门红确实可遇不可求。张二毛脸上一阵滚烫，但见周良运不愿追究，心里也松了口气，语气虔诚地说道：周老板放心，以后我张二毛绝对不会再来叨扰您的生意，更不会在暗地里给您使绊子。以后您有任何用得上我张二毛的地方，我张二毛绝不会有半点推辞。说着，他又赶忙道：另外也请周老板放心，从您这骗走的30万，我们一定会一分不少的还给您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追究我们其他的责任。周良运伸手将他搀扶起来，开口道：话说开了就都是朋友，以后没事欢迎常来店里坐坐。张二毛哪有脸真来，只能硬着头皮说道：一定一定，周老板您这里还有这么多客人，我就不叨扰了。说完赶紧告辞离开。他这一走，珍宝轩里算是炸开了锅，谁都没想到精明到骨子里的张二毛竟然会干出这么愚蠢的事情。有些好事的人已经把视频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里，而张二毛自己在出了珍宝轩之后，也立刻将自己的道歉信照片以及文字发到了朋友圈，甚至还将这条朋友圈置顶。道歉信里十分详细地写明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包括陈宇飞先找他帮忙，告知他周良运回来的消息，以及他主动联系萧长坤要帮萧长坤出头，而后自以为是地设计了整个骗局的全过程。他知道这是叶晨给他的自救机会，所以他不敢有半分隐瞒和打折。这条朋友圈一出，整个古玩街就彻底炸开了锅，几乎每家店的人都在讨论着这条朋友圈。谁能想到周良运撞大运捡的漏，竟然还是别人辛辛苦苦给他做的局。被吉庆堂扫地出门的陈宇飞此刻正在吉庆堂门口编辑朋友圈，准备在朋友圈里把脏水都泼到张二毛的身上，以解心头之恨。
可就在他好不容易写完一篇小作文，正准备点击发布的时候，一个熟人看见他，开口道：卧槽，陈经理，你没看张二毛的朋友圈？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们仨真合伙给朱良玉送上了那份2000万的大礼吗？陈宇飞整个人愣住了，下意识地问：什么朋友圈？啥意思啊？那人道：张二毛发在朋友圈里的，你赶紧看看吧。陈宇飞赶紧退出编辑，刷新朋友圈，一下子就看到了张二毛发的道歉信。点进去一看详情，他差点气得吐血3声，脱口痛骂：狗日的高科技啊！自爆卡车，张二毛你个王八蛋，同归于尽也比老子先一步，他妈的畜生啊！而这条朋友圈也让萧长坤在古玩行业里出了名，书画协会也算一只脚在古玩圈，而萧长坤被爆出这种丑闻，让书画圈和古玩圈都非常震惊。没几分钟，消息就传到了裴会长那里，把裴会长急得在办公室乱蹦。裴会长也想巴结萧长坤，所以才打算在自己高升之后，将会长的位置留给萧长坤。原本以为一切都是板上钉钉，哪曾想萧长坤竟然跟别人一起合谋设了个古玩诈骗局。最操蛋的是，原本是个诈骗局，最后却被他们玩成了送财局。原本会里不少人就对萧长坤这个尸位素餐、滥竽充数的常务副会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，尤其是那几个被萧长坤压一头的副会长们，更是义愤填膺。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觊觎常务副会长的位置，也都对萧长坤这个水平极差的常务副会长颇有怨言。以前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扳倒他，但是现在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。于是几名副会长联合会员们一起冲到裴会长的办公室，要求裴会长把萧长坤从书画协会开除。一人道：裴会长，萧长坤这就是违法犯罪啊，这件事情人家要是追究下来，他可是要坐牢的。唐朝书画协会常务副会长因为诈骗进了监狱，咱们书画协会的脸往哪儿搁？另一人附和道：就是啊，裴会长，这种害群之马说什么也不能继续留在咱们书画协会了，必须立刻将他开除出去。还有人道：我早就说姓萧的，这家伙狗屁都不懂，他有什么资格做常务副会长？现在看来，他不光狗屁都不懂，道德还他妈有严重的问题。咱们就应该用最快的速度把他开除掉，然后再对外发个声明，他这一切都是他的个人行为，和我们协会没有任何干系。对，必须得发声明。如果这件事情咱们不尽快落实的话，外面一定会说咱们书画协会是非不分，包庇诈骗犯，到那个时候整个协会都会受他的牵连。裴会长不敢答应，也不敢拒绝，只能对找上门来的众人说道：大家稍安勿躁，现在这件事情还只是那个张二毛的一人之词，咱们没有充分的证据，不能直接就对萧副会长做出处理，所以还请大家先等一等，等我核实一下这件事情之后再做定夺。众人还想表示抗议，裴会长拿起车钥匙开口说道：这件事情就按我说的，大家先别着急，让子弹啊再飞一会儿。我呢，今天还约了几位领导聊后续工作，就先走一步。不过大家放心，一旦这件事情的真相水落石出，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说完，他迈步便赶紧离开了协会，钻进自己的车里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萧长坤打电话，可是电话里传来的提示是对方暂时无法接通，想来人还在飞机上。裴会长又急又气，立刻在微信上给萧长坤发了一条语音：长坤你糊涂啊，眼看现在正是我升一步你跟着也升一步的关键时刻，你怎么能搞出这种事情来？现在大家都找我提意见，让我把你从书画协会开除出去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收到消息赶紧给我回个电话。